嗨，李景亮，你就是个丑八怪，根本就不配打综合格斗。所有女人看到我都是前呼后拥，为我而疯狂，反而看到你则是能躲就躲，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从裴明浩的眼神中不难看出，这家伙十分的嚣张。一番胡言乱语成功将吸血魔李景亮心中的怒火所点燃。侮辱李景亮是丑八怪的是来自韩国的裴明浩，还声称李景亮只会一个破散打，根本就不配打综合格斗。不仅侮辱李景亮的长相，还侮辱李景亮的人格，是要在第一回合 KO 掉李景亮，以此来证明李景亮在综合格斗中是有多么的脆弱。面对如此嚣张辱骂的韩国跆拳道冠军，李景亮并没有气急败坏，而是将裴明浩当作地板来进行踩踏。摔跤出身的李景亮后来才开始接触散打，并不是如裴明浩所说只会打散打不会打综合格斗。年轻气盛的李景亮能压住如此怒火，不与裴明浩发生冲突，足以证明李景亮不仅有武德，还有高尚的品质。看着裴明浩的表情，真想上去踹他两脚。如此傲娇的表情，要是让高启强看到，一定会让高启盛告诉老莫高启强想吃鱼了。过几天新闻上就会出现裴明浩被意外刺杀的新闻。如今要不是法治社会，裴明浩根本就活不过20岁。没有被李景亮暴揍过的裴明浩，是真不知道年轻的李景亮是有多气盛。话就不多说，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韩国跆拳道冠军裴明浩率先与李景亮拉开距离。跆拳道训练的就是拳脚功夫，反观李景亮在战力上也是有个雄厚的根基。出身摔跤的李景亮后续又练习散打多年，在战力上的控场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进行他跟随了传奇的泰拳教练黑虎文森进行了长达大半年之久的打击的摧毁力量训练。但是裴明浩呢，他说如果李景亮想用打击来遏制我的摔法，那我将以打击还击。对，其实作为李景亮来说呢，他原来是散打选手和摔跤选手，所以呢这个还是他的最大的长处。但是现在呢也经过了巴西柔术的艰苦的训练。但是刚才好像裴明浩的一记拳法给李景亮造成了威胁，但李景亮恢复还是非常的快。在试探过程中，两位的距离越来越近，李景亮眼疾手快，瞬间就抱住了裴明浩，不料被裴明浩找到机会压在了围绳边。绰号狼人的裴明浩不仅奸诈狡猾，力量还十分强大。在角力赛中，李景亮很难将其掀翻，只能试图在角力赛中找机会回到战里。扭转战局的李景亮将裴明浩死死地压在围绳边，不能动弹。稍有动弹，李景亮就将伺机将裴明浩带入地面缠斗。多了一点，但是这场比赛呢，鹿死谁手还不一定。李景亮寻求地面的抱摔。现在两个人在边绳附近僵持住了。李景亮单抱腿，看能不能把裴明浩摔倒在地。李景亮又是紧紧抱住了裴明浩的上身，看摔法能不能奏效。在技术方面呢，以及战术方面，李景亮受到了全天下的主教练、传奇巴西柔术大师朱毅教练的指导，而在体能以及打击力量方面呢，是受到了黑虎文森教练的指导。是长达半年的第一式训练，今天晚上终于李景亮要厚积薄发，是要夺取金腰带。现在这个裴明浩呢，这里呢他比较聪明，他靠近这个边绳，靠近这个角这里啊，使得李景亮呢再怎么发力呢很难把他摔倒。现在他转过身来，李景亮靠住了脚上。虽然大家看到裴明浩是一直进行主动但是李景亮的面部表情还是非常的放。裴明浩和李景亮在内围缠斗中难免会有一些犯规，不要脸的裴明浩还向裁判投诉李景亮抓尾声。难道裴明浩就没有趁裁判不注意抓尾声吗？真的是恶人先告状，可笑至极。一直在角力赛缠斗的两位体能下降的也十分的迅速。怎么说，两位也是综合格斗中的实力悍将，在角力赛对抗中谁也不会让着谁，只要稍不注意肯定会被压在地面上动弹不得。费力了，属于一些技术的细节，这也是在绳圈战中呢运动员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细节，也就是经验的来源呢。对，如何去利用场地？现在两人呢都是力争能够坚持站住啊，这个防止被摔倒。好，观众朋友，您在观看我们比赛的时候，还可以注意留意一下我们的微博，第一时间能够获取武林传奇亚太综合格斗冠军赛的内部消息。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微博。双方呀进行了非常长时间的缠抱，然后并没有进展，所以说又从站立开始。
李景亮现在的腿部的力量啊，听黑虎文森教练说，他教泰拳教了20多年，没有从他李景亮是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最有。裴明浩的组合拳打空李景亮，直接抱摔裴明浩，瞬间就将裴明浩压在了地面上。奈何裴明浩也没有闲着手臂，也在一直限制李景亮，尽量不给李景亮更多施展动作的机会。反观李景亮可是站立地面打法精湛的实力悍将，绝不会让裴明浩轻松的化解此次危机。这样使得李景亮呢能够在很难再做下一步，然后这个裴明浩迅速的站了起来，又站了起来。现在李景亮又拿到了把位，非常不错的把位。但是裴明浩大家看到他的右腿呢勾在李景亮腿的外侧，来化解李景亮的摔法的力量。又再次把双方分开。这场比赛啊，真是势均力敌啊！在形成相持的这样的状态，用腿探路。哎，这个李景亮这要小心了。刚才的一记冷吸啊，是非常的危险。对，正准备下潜的时候，这个被打了一拳。第一回合比赛还有10秒钟。双方可能是这样防住，把这10秒钟耗掉。没错，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了。不管是在站立还是地面，或者是角力赛对抗，两位都在第一回合试探了一番，地面谁强，站立谁强，角力赛谁强。想必两位选手心里比谁都清楚。经过一番的试探，第2回合两位肯定会制定新的计划，以此来找到对手的弱点，进行致命打击。一个信息的搜集，大家看一下慢动作。这一拳呢，应该是擦到了李景亮，但是李景亮呢还以上勾拳的反击。就是这一吸是非常的危险。对。从第一回合比赛来看呢，双方应当说都还是比较谨慎的，在冲击一下以后呢，马上就做好了这个充分的防守的这个准备。全天下主教练鲁一教练说：“李景亮，你会赢的，相信自己。”好，第2回合，看双方的第2回合开始了。中量级的选手不仅体型高大壮硕，打出的拳还特别具有杀伤力，所以在站立上的两位打出的每一拳都是深思熟虑过才打出的。李景亮是练习的散打，裴明浩是练习的跆拳道，一个是熟通战术性击打，另一个则是熟通拳脚功夫。在站立上，李景亮并不是说一点优势不占，只能说能和裴明浩打成平手。第一扫腿的进攻还是采取闪躲。哎，又一次下潜。裴明浩，你看，对，这李景亮裴明浩略施小机遇，想将李景亮带入地面，不料李景亮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直接将站立劣势转化为地面优势，压在裴明浩身上，伺机用双拳做着动作，尽量不给裴明浩喘息做动作的机会。经常是采用这种方式，他往后坐就是靠在了这个绳子上，这样裁判又分开了，反应是非常的快。对对对，这就是经验啊！还保持原姿势。双方是在身体位置上斤斤计较。那是啊，差一点儿这个力气的话，恐怕就形势就不一样了。争执起来了。看这裴明浩，裁判说：“好吧，那你们就站起来重新对决。”这李景亮提出呢，应当是倒地的。这个对于李景亮呢是，刚才李景亮呢，不过刚才那个翻转真是漂亮。对，本来挺好的这个机会，又是一个抱双腿，起了之后呢，前蹬腿来踩裴明浩的膝盖，遏制其进攻。大家看到，慢慢的到现在啊，李景亮已经是找到了自己的进攻的技巧。现在李景亮拿到了下把位，看他能否把裴明浩摔倒。
这个往往都是这样，几次了都这样。裴明浩呢，一看自己被缠抱的时候呢，马上往边绳上靠。李景亮呢也要想办法把他拉进来，看看有没有可能了。双方这种上身缠抱啊，看似近，其实是重。对。裴明浩是用曾经摔倒过无数的对手的摔法摔李景亮，但李景亮是非常轻松的破解掉，真是有备而来。现在从缠抱在决力赛中，优势也不明显，劣势也不明显，只能再通过袭击和各种击打动作来判断。不过在决力赛中的裴明浩一心想将李景亮带入到地面，奈何李景亮的控场能力还是很足的。反观裴明浩十分的不甘心，使出了一个足跟钩，直接将李景亮压在地面上动弹不得。裴明浩虽然是占据上位的优势，但很多的动作和压制招式都不会施展。只要裴明浩放松一点压制，李景亮绝对会立即起身反抗。翻转式的逃脱，裴明浩还是用超强的平衡力控制住了。这个姿势对于李景亮来说，这个危险程度怎么样？这个位置对于李景亮来说呢，他是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危险，所以他处于这个位置的时候，一定要明察秋毫，不要去冒进，不要去做危险的动作，而给对手更大的空当。哎呀，别让他上来！大家看到裴明浩是非常的这个动作非常细啊，他是已经开始试探膝盖过移动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成旗了。而且呢，裴明浩一直在找机会拿李景亮的棋胜位，奈何李景亮的所作所为限制了裴明浩的想法。只要裴明浩想做动作，李景亮就会使出全身的力量进行反抗，根本就不给裴明浩做任何动作的机会。反观被压在地面上的李景亮，还时不时的往上顶，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回到站立或者反压制裴明浩。裴明浩在上位不仅要找机会做动作，还是适当的给李景亮施加压力，尽量不给李景亮翻身的机会。绞杀了罗杰云，所以说李景亮并不是第一次处于这样被动的机会，想必呢他也就会用更加冷静的头脑来处理现在这个处境。现在裴明浩呢，因为他的这重心比较靠上啊，压住了李景亮。李景亮想翻身的话不太容易，几次努力啊都没有成功。但是李景亮呢是把头刚刚是深深埋在了裴明浩的腹部，让裴明浩呢是没有空间对自己进行打击。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李景亮不好发力。现在，比较明智的做法呢，就是李景亮把这40秒一定要消耗过去。因为最后一局啊，自己的体能分配是重中之重。对，把裴明浩的奈何拿到棋胜位还没有几秒的裴明浩，竟直接被李景亮掀翻在地上。拿到绝对棋胜位的李景亮疯狂对着裴明浩重拳砸击。这个时候的李景亮并没有粗心大意，而是用尽所有招式来限制裴明浩做任何动作，从而到达压制裴明浩的效果。还有10秒钟，他想用一个十字步，没有。第二回合结束了，双方都是收不住了，又收不住，但是双方又是表示这个运动员的专业性。对。最后这20秒钟确实呢，让裴明浩是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武林传奇的官方网站，关注我们的最新资讯，里面还有经典比赛以及传奇女郎的写真，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刚才最后这20秒，李景亮是让裴明浩是尝到了苦头，哇，给自己振奋一下，双脚跳。第3回合开始了，李景亮怒吼一声，是要在这一回合提前结束比赛。这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而是一场金腰带争夺战。谁要是胜利，谁将获得武林传奇中量级金腰带。赛前裴明浩的一番侮辱，就是想激怒李景亮，
以此来让暴躁的李景亮失去理智，从而到达裴明浩阴险的目的。通过前面2回合的试探，双方都大致知道了对方的底细。从一开始的试探到现在的诡计多端，两个人心中的心眼现在应该高达几百万个。其实，在第3回合的比赛里面，看谁能够战机抓得更好，而且能够把握得更紧。对，这个也就是瞬间可能发生的事情。李景亮前扫踢。今天作为李景亮来说，从体力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啊。对，他体力是非常充分。这个作为裴明浩来说呢，还是相当聪明的一名选手啊。在今天呢，多次采用靠边绳的这种办法呢，防止了这个李景亮的抱摔。大家看到李景亮呢，刚才是几记前扫踢呢，是遏制住了裴明浩的进攻。作为李景亮来说呢，出拳的时候注意自己的节奏，刚才呢是差一点露出破绽。裴明浩作为经验丰富的老运动员啊，其实双方年龄差不多哈。对。可以说作为经验丰富的运动员啊，他现在还是比较稳。刚才你看，在李景亮踢扫踢同时，他同时出拳。刚才李景亮呢，在站立上的李景亮虚晃试探衔接重拳出击，给到了裴明浩很大的视野影响。赛前还说李景亮只会打散打，不配打综合格斗。那么李景亮就用综合格斗的招式来制裁裴明浩，以此来证明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嘲讽李景亮的。嘲讽李景亮的下场不是被降服就是被打服。这时候的2位动作都十分的谨慎，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是被裴明浩一个环绕步化解开了。双方现在一直是在斗心，一个单抱腿看有没有，但是裴明浩拿到了一个断头台的把位。这裴明浩又是先往后退，摔倒，但是李景亮头被锁住了。还好，只是半个把位。刚才这一记摔法很可能为李景亮奠定肯定为李景亮奠定了一个胜利的基础。李景亮经过了半年的准备，今天晚上，你看这个裴明浩又是靠在边绳上在喘息。对，因为他要靠着边绳的支撑让自己站起来。对。李景亮现在的上位控制是非常的到位，非常漂亮。然后裴明浩想必也是很久没有尝到过这样的苦头。好，回到场地中央，以相同的姿势开始。其实裁判也注意到了，裴明浩竟然利用这个边绳啊。对，因为双方在边绳旁边呢，很容易是出了擂台。裴明浩在下位开始制造空间，被压在地面上的裴明浩深知自己不是李景亮的对手，所以一直在往后拉扯，等待机会起身。压制力十足的李景亮岂能给嚣张的裴明浩机会？裴明浩眼前大势已去，开始施展锁技来限制李景亮的动作。不过裴明浩的锁技在李景亮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挣脱裴明浩的束缚之后，李景亮就开始对裴明浩砸拳。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分多钟。2位的体能几乎已经是消耗殆尽了。面对李景亮砸来的拳头，裴明浩不得不选择坚固的防守，放弃主动进攻，很可能就会奠定了自己的胜利。哎呦，裴明浩的本力啊，真是非同一般。对，刚才裴明浩的袭击，最后的1分15秒。这个裴明浩也在喘着粗气。裴明浩的表情告诉我们，我遇到了难题了。对，真的是遇到难题了。好呀，太漂亮了，漂亮！这个摔法，但是呢，裴明浩却拿到了一个半拿背的位置。还有50秒比赛结束，李景亮能否在最后的时间，裴明浩拿到了绝对的有利位置，一是可以轻松拿到李景亮的背部。2是可以使用砸拳的方式来打磨李景亮的状态。不过这2项选择都是有利有弊的。要是选择拿背部，极有可能李景亮会逆境反杀；要是选择重拳出击，李景亮依然会挣脱束缚反击裴明浩。反观李景亮则是控制着裴明浩的手臂，尽量不给裴明浩施展动作的机会。李景亮呢，刚才这个摔呢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所以李景亮现在也是要抓紧时间喘息一下，积蓄一下力量。这个姿势对于双方来说都李景亮出来了，但是呢，裴明浩现在想用3条锁
李景亮表示不屑。对，时间也差不多了，基本上没了。好，你怎么看，王老师？我觉得从第3回合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应当是李景亮是占据着主动的。前2局呢？前2局呢，应当势均力敌。比赛结束了，看面目表情不难看出两位都十分的自信满满。金腰带争夺战终于告了一段落，不管这条金腰带花落谁家，两位都已经用尽了全力。地面缠斗也好，站立式击打也罢，李景亮有优势也有劣势，裴明浩同样也是有优势也有劣势。两位能在决赛中碰见，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不然连16强都进不了。除了气势，在第1回合的时候呢，应当说这个裴明浩呢气势还是比较盛。在第2回合呢，感觉到遇到难题，但是我们来看看回放的镜头，来看李景亮的第一踢，但是呢遭到了裴明浩的袭击反击，又是一个裴明浩的拳，但是并没有给李景亮造成太大的影响。这是一个李景亮是如何逃脱裴明浩的肩锁，就直接抽了出来。要等裁判的最后评定。其实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博，在微博上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武林传奇亚太综合格斗冠。最终的获胜者是韩国的跆拳道冠军裴明浩。两位的实力虽然是旗鼓相当，但总要分一个高低。赛前怒骂李景亮是丑八怪的裴明浩虽然拿下了比赛，但是擂台上应该挨的揍是一点都没有少。李景亮是没有脾气还是足够能忍？请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